木耳更多时候是作为配菜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今天健康新时代放量供应，为您带来3道不同的木耳菜品。怎样才能让爽脆的木耳入味儿？凉拌热炒各有窍门。这样呢，它的汁里这个香味呢是非常重。木耳怎么泡既干净又快捷？大厨教您一招。更有营养专家告诉您常吃木耳的奇妙功效。更多精彩尽在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说起木耳呢，在古的时候啊，人们就非常的重视它的营养，在这个《本草纲目》中，在《药性论》等等一系列的书籍中，都曾经记录过木耳是人体的这个清道夫，而且木耳呢也被誉为是现代人经常应该吃的一种食物。那么说起木耳，在家里呢做的方式也比较简单，也就是老粗木耳，或者说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配料。那今天呢，我们用健康新时代里面这个丙大厨的厨艺，教你来做2道正宗的地道的木耳的菜品。欢迎中国烹饪大师丙大厨，欢迎你。你好，大嘴。欢迎的仪式呢，就是来，我们不受海棠，受的呢是木耳。第一道菜名字是什么？丙厨。第一道菜是这个凉菜，凉菜。这个椒蒜拌木耳。椒蒜拌木耳。对。其实有的时候咱在家里呢做这个老粗木耳就是最简单的，把它拌一点醋就得了。对。但刚才大厨说的是凉拌菜，您别以为简单，其实这个调制很关键，一会儿跟着丙厨学。那关于木耳有什么样的一系列的营养知识，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的是王静老师，医学专家，欢迎王静老师。大家好。木耳呢给2位准备好了，大厨您这边操作着，我和王静老师聊着，好不好？好的。先把它这个撕开，是不是得？对，先把它给，这已经是泡好的了。泡好的了。其实说到木耳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泡有的时候就想，多长时间呢才是最刚刚好的呢？多少时间泡出来之后才最出数呢？大厨，这个木耳呢，一个是这个泡，还有一个第一步呢，应该是怎么去洗它。洗是吧？这个泡完之后呢，这个你要用这个加点面粉，或者加点醋，把它洗一下。加面粉来洗这样面粉呢能够把它这个折纹里面的那个东西的脏的东西和那个杂质把它带出来，吸附出来。吸附出来。在这个泡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认为是个用热水泡，它泡得快。没错，有的时候着急做菜的时候就用热水来烫。对，我有时候就这样。实际来说呢，是用温水泡是最合适的。温水温水泡呢，泡30分钟呢，它就可以食用了。而且这个温水泡的这个胀发率也特别大，它不回缩30分钟左右，对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木耳给它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放那么一点点就能泡出来好大的一盆。对。那我们这个木耳呢，一般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有这个福木耳，对，春耳、还有春木耳、还有秋耳。那我想问一下大厨，这个不同的木耳，它指的是不同的季节然后采下来的吗？还是对，不同季节。你像这个秋木耳呢，它就是这个秋天的，是吧？春木耳呢就是这个春天的，那福耳就是夏天的了，就是夏天，就是接近秋天这个位置。这个木耳呢，一般这个你像炒菜吃呢，一般用这个春木耳的多，因为它的墩儿大，对它墩儿大呢，它这个皮儿吧，它不是很厚，是吧？它这样呢，你很易于这个切丝了、切片了。或者你这个各种形状都可以，没错改出来。这个凉拌呢，其实最好是秋耳，凉拌比较好。秋耳呢，它这个朵比较小，而且呢，它这个更加像一个耳朵，小耳朵。对这个它这个肉比较厚，它吃起来呢，这个2个虫之间呢，感觉好像中间还有一块这个很肉质的感觉，然后表皮上是那种脆的那种，有脆的那种，这种适合凉拌来吃的，咬起来的时候呢有那种口感。对，那福木耳呢？这个福木耳就是它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这个，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但刚才听大厨这么一说，就是说3种木耳呢，它都是不同的季节，那造型也不一样。春天的大，然后秋天的小，肉质厚。对，福田的呢就恰巧位于中间。那我想问一下老师，3种木耳营养上有不同吗？营养上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木耳大家都说从古至今都爱吃它，而且人们发现了这个宝贝，对我们身体真的是太有好处了。对，我只知道它有胶质，其他的呢？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如果摄取5到10克的木耳，就跟每天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是一样的效果。它有对有些老年人每天都要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目的的就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抑制血栓的发生，这一点。那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呢，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大剂量呢，或者是长期的使用阿司匹林呢，可以造成一个眼底出血，但是这个木耳就没有这个副作用，可以放心的去吃了。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阿司匹林和我们的木耳有一样的药效，对，它都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除此之外呢，这个木耳比阿司匹林呢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的一个沉积和聚集，所以呢，基于它可以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的一个积聚，同时呢抑制血小板的一个积聚，所以它有抑制血栓形成的这么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治心脑血管的疾病，对，防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还有防止心脑血管疾病，还防止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呢，都非常有好处。那这么说，今天这道菜就真的好好学一学了。凉拌菜它本身热量就低，而且还能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这就是现代人推崇的一种理念，少油的非常美味的食物，好吧？这边我们已经给它撕下来了，一块一块的，也不用太小，不然的话那个口感就不好了。好，锅中来一点点油。这边我们锅中呢油差不多的时候，将我们的就是朝天椒、这个小米辣、小辣椒，这个香菜末、葱花，这个蒜蓉、这个把它调在一起。这蒜蓉已经放进去了，放了一点，可以再放一点，OK。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凉拌菜它就是这样子，没有固定的，你用这个秤来量几克多少道调料，全靠经验。是不是？那有大厨在这里，你慢一点，我们看一下哈。葱、姜、蒜、辣椒，您自己来选择。蚝油多少？蚝油2勺，就这样的汤匙2个汤匙。然后呢，这个2勺那个酱油2勺，酱油和蚝油的比例是一样的。然后呢，再放一些这个矿泉水，2勺水，放3勺吧。3勺，这个水不用矿泉水不可以吗？这个不用矿泉水，用凉开水嘛。对，防止生水。反正不能用生水。好 ，OK。这个凉菜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汁儿酱的这个调配上，对。因为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没有这个很复杂的这个工艺。没错。有的时候凉拌菜你在你家里面习惯你妈妈的味道之后呢，你会在别人家里吃饭的时候，瞬间发现跟自己家的味道有千差万别。对。然后你再换一家吃饭的又不一样，在饭店里面吃的就感觉不一样。对，关键就奥妙就在于它这个汁儿的调配上。没错，现在这碗汁就 OK 了。对，记住。很简单，还有一道工序，一会儿油泼吗？油泼。但现在这个步你要记得，2勺蚝油，2勺的水，2勺的酱油，还有葱姜蒜少许，你自己来决定就可以了。好，放在这边。那说起木耳其实我想问一下老师，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还听过一个道理，说木耳呢它是人体的清道夫，对，这句话怎么讲？这是因为这个木耳当中呢含有一种植物性的胶原蛋白，那它就可以吸收和吸附我们体内的一些灰尘还有一些杂质。然后帮助排出体外，所以这个木耳又有人体清道夫的一个美誉。清道夫，对，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说有便秘的朋友，也可以吃点木耳，对，多吃点木耳，也有增加我们肠道蠕动，减缓或者是这个消除便秘的这么一个作用。没错，还能清除宿便，是不是很棒？好，这边放在一边，这时就可以喝油了。好。喝油这个过程就让我们想到这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对，之所以能够出来凉拌菜那个香味这个泼油它呢泼的很关键，用这个高温一泼，能瞬间将这个葱姜蒜以及辣椒那个味道给刺激出来，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好，3勺的油一泼进去，这样就拌匀就可以了。简单，凉菜就是简单。我有那么一段时间曾经减肥过，每天晚上呢就吃木耳，在那时候呢只是拌老醋木耳，很简单，但我觉得这道菜可以。基本上就那么一点点油，还保证你呢对这个热量或者说那种能量的需要，吃起来的时候呢还清爽。关键一点的是，少油少盐的食物就是它了。注意没有？我们今天没放盐，有蚝油，有酱油，盐就不用了。放糖吗？糖也没放。为什么不放点糖呢？这个因为这有放点蚝油，它就这个鲜就可以，鲜就可以了，因为它没有必要放糖。OK。这就可以了。 OK，如果说你刚刚打开电视机，你看我们今天的菜
造型太家常了。没错，这就是一道非常好操作的一道凉拌菜。不过我相信味道不一般，因为是饼大厨之手做的。现在呢，就为它，为电视机前的你一起尝一尝，好不好？先别急，还有一道凉菜，还要再做。我们一起这个做完之后，我们再一块尝一下。也行，就当对比一下，对，也好。这个放在一边，我们看看大厨带来第2道凉菜是什么？也是用木耳做的凉菜，也是用木耳。什么名字呢？这个辣根木耳，这个很平常，很平常，我在家里也常吃。对，看看饼叔能不能这个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哈。这个也是把木耳撕开，也是撕开。大厨，我在想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挑这个干木耳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发现有些木耳呢，它干的时候，它会有这个白的那个霜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杂质之类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挑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颜色，是吧？是否自然，是吧？再一次呢，看这个是不是它是很沉压沉，因为很多这个也是一些这个不法商呢，他会把一些这些那个木耳的根儿，是吧？它在过程中它就把包进去，晒干了就包进去。你这个木耳你看着这个不多，但是很重，没错，还不出数。这个再看它那个根儿呢，就是尽量掰开一下，看那个根儿这个大不大，因为这个根儿是没法吃的，这个也很脏。没错。但是它会却能占重。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泡出来看看检查一下。在那泡出来。在酒店呢，这个采购这些东西也是一定要自己亲自把它泡一下。泡完之后呢，再决定一下这个木耳的质量。没错。你单纯看外观呢，这个也很难把它给辨认出来。还它一个真身之后，来再鉴别它的质量。让它现出原形。对，是不是这个感觉？但是记住，鲜木耳是不能吃的，咱泡发之后就可以了，好吧？这边我们把木耳已经都给它撕开了，调汁儿。这个比较简单，这是酱油，这是把它5勺酱油，5勺的酱油，这是这个汁儿而已。对，这个1勺老醋。如果你认为想醋多喝一点的话，多吃点醋的话，你可以再放一些，多放点醋。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多放很多，那就再放1勺，再放1勺。好，再少加一点糖，这得加糖了，因为一般哈我们在做这种凉拌菜的时候都会加点糖，对，糖的提味儿。是，好 ，OK， 来少许的糖就行。对，然后这个就是辣根，主椒，辣根呢也是根据你这个。对这个辣根的喜好程度，你看你放多少？好。其实这个菜是借鉴日式料理的这个一种吃法嘛。清辣就是辣根。日式料理吃生鱼片的时候，他用酱油和辣根。吃这个辣根呢，调这样子，一定要，你不管是蘸着吃也好，你拌着吃也好，你要把它调匀。调匀了，对。不然你如果吃到一大块的话呢，很呛，很痛苦。但是这个很过瘾，很喜欢那种生通鼻窍的那种很过瘾的感觉。那种有一种。虎口脱险的感觉，对，那一刻到顶峰，然后歘过去那股劲儿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刺激，让你眼泪汪汪的，但是又特别喜欢它。它这个透明快乐，它这个汁呢，这个呛的，如果你不小心吃了一大块，很呛的情况下呢，这个张嘴，我发现张嘴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一个很好能解决的办法，怎么办？就是你马上用一杯白酒，你闻一下就可以了。你闻一下，你多辣多呛。他都能给你解。闻白酒，闻啤酒可以吗？闻啤酒那就吹眼泪吧。吹眼泪，记得哈，闻一次白酒，闻一下白酒，一闻一下。您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直接干了，那干了其他人流眼泪了，跟着你得干了，是不是？对，这个做过多次实验，真的是闻一下白酒。好，这边先调好了，先静一下，就是融一融。让边平静一会儿。好，让它醒一醒。咱用的小米辣。刚才大嘴提到，就是这种新鲜的木耳不能吃。我们往往认为就是越新鲜的食材可能对身体越好，但是不是事事如此。比如说木耳就不行，因为这种新鲜的木耳呢，含有一种叫普林类的。感光物质，这种物质是被人体吸收以后呢，可以引起皮肤的一个疼痛啊，或者是一个发痒啊，或者是一个肿胀。所以说，新鲜的木耳千万不要吃。新鲜对，而经过这种晒干的以后的那种木耳呢，它在这个晒干的这种过程当中，大部分的普林类物质已经分解了，而且我们这个晒干的木耳还要经过泡发，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呢，又把剩余的没有分解的这种普林类物质给溶解到水里了。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吃这种泡发的这种晒干的木耳，不要吃新鲜的木耳。那就跟我们吃的这个，我们这个黄花菜是一样的，对，切着先剪，然后我们要晒一下。木耳也是鲜的不能吃。记得说话间，大厨已经将我们这个汁儿好淋在我们这个附着上一些小米辣的这个木耳上面了，然后拌一下，然后再倒过来，
好，好嘞，2道凉菜。这个很呛，这个很香。对，更钟爱哪个摆在餐桌上，你尝尝就知道了。现在呢，我们来选择一点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凉菜。我呢要先尝一尝焦蒜木耳。我来尝一下劲爆的这个辣根木耳。油泼味很重，焦蒜木耳的味道更有点像酱菜的味道。对，是不是？这个酱菜呢，有很多都是把油直接泼在这个原料上，咱这个呢是把这个油呢泼在这个调味汁里面，然后再淋它。那这个有区别吗？有区别。这样呢，它的汁的这个香味呢是非常重。因为直接泼的话呢，这个木耳它不是很吃那个香味，不吃油味，对吧？这样把这个汁调香了之后呢，叫你吃木耳的时候，你蘸着这个汁吃起来，这个味道就非常的这个很棒。刚才在饼的说话前，我尝了一下这个辣根木耳，很劲爆，很刺激。那这个味道相对来讲比较辣，比较刺激一点。我觉得这个算是大众口味，这个呢比较小众一部分，是不是？但我更喜欢这个辣根木耳，很棒的凉拌菜。年轻人很喜欢吃这样的东西，的确，年轻人都爱。但我觉得今天这2道菜呢都是很成功的凉拌菜。想吃木耳、喜欢凉拌菜的朋友可以试试这2道菜。不过说到木耳呢，今天大车给您带来第3道菜也很有意思，什么名字呢？第3道菜呢是个热菜，就是这个木耳爆折头。木耳爆折头，可能说你在一些家常菜馆吃过，那么在家里怎么做呢？赶快我们开始操作。不过大厨，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在正式做这个菜之前，我想说，木耳你看，如果说咱不做这道菜，泡着这些就剩下了，那一般的话我们怎么保存才能保存的比较鲜呢？这个要用这个清水，这个或者是凉开水，把它泡起来。泡起来的时候呢，不要像现在这样，你看它都这个。就是露出来一些，要彻底没过它，或者如果它很多的话，你上面可以盖一个重的东西，要压它，把它压下去。这样呢，它放在冰箱里呢，你可以这个吃很长时间。这样就可以了。可以现用现取就好了。必须得泡，拿出来干点不行。这个你已经从水中拿出来不行，水中拿出来不行。你如果再泡的话呢，它就是这个水发的东西是这样，你把它泡开之后呢，你再干了，你再泡，就泡不出以前的这种口感就不行了，是吧？这种数量就出来了就。但是我们每天要换水吧？每天要换水。的确，那我们这边就已经给它在这边这个水中泡着。我们这边呢，锅中来一点水，是要打算把我们的折头烫一烫。折头烫一下，对。好，先切一点这个五花肉。这道菜呢，也属于是一道热炒菜，对，是不是？一般都是家常型的口味。对，切的不有很多，切了几片五花。好。这个折头呢，买回来之后呢，一定要先用那个水把这个盐味给撤了去。没错。不然它就是吃起来呢，它这个太咸了。这也是已经这个泡过了，就是已经先泡一段时间的。好，泡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即把水中的一些盐，水呢把盐带走。对，这个在烫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烫的时间不要太长，而且呢，不要用这个太高的这个水温。不要太高的水温。这个水温呢，一般就控制在这个90度。就是就是下盐水，就像这个泡这个下盐水这个温度。如果你开的话，你怎么办？在这个折头里面，你稍微放一点这个凉水。没错，这一起下锅的话，它温度就下，对，温度下来一点就可以了。而且一烫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折头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开花的那种感觉，就是爆开了，那也可以。好，这边烫一下折头。折头烫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去它这个本身对，再一个是增加它的脆性。对呀，增加脆性，去本身这个腥味。好，烫一下就把我们的折头捞出来。一会儿呢，折头要和木耳一起来做这道家常的热炒菜了。说到这个木耳，刚才老师也说了，我们总结一下，有是食品中的阿司匹林，对，然后是我们人体的清道夫，对，并且呢，刚才老师也说了，还有一些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这个因子能够帮助我们。对，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对我们的身体？那木耳呢，还除了含有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之外呢，还含有丰富的钙、磷、铁，尤其是铁元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铁元素的含量，对，你像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缺铁性贫血的人，像小孩子或者是妇女的缺铁性贫血的比较多一些，是一种那个小细胞性贫血。那这时候呢，就主张多吃一点木耳，因为木耳的含铁量是非常高的。那再者呢，这个木耳当中含有非常多的一些抗肿瘤的活性成分，所以经常吃点木耳呢，对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预防肿瘤呢，也非常有好处。抗肿瘤的成分，对，又是一道现代人应该多吃的菜。对，配合折头一起热炒，好。对，这个木耳呢，其实
它的吃法是非常多的，太多了，好像是凉拌、炒、做汤、做配料、做主料，是吧？这个都可以，或者说做馅啊。还有一种吃法呢，我现在我认为应该每个人都这么做。哎，怎么做？是吧？就是呢，这个放上一块肉或者放一块鸡，然后呢用这个木耳呢泡好之后放进去煲汤。这个煲的那也算是菌类汤。煲的那个木耳呢，就是几乎就是化掉了。这个你会发现这个汤汁呢，它很浓了。对，它有胶质，对，它有一种生物胶质，对身体肠胃非常好，也算是一道好润肠的一道菜品。对，而且很滋养。那属于是把我们这个木耳呢，慢慢的全都好将精华释放在汤中了，很棒。那我们这边锅中呢热着，我们来一点点油，开始热炒了。我们炒好菜呢，必须要用好油。没错。没有好的油呢，你炒的东西再好，你手艺再高，你也做不出这个好的味道来。那么有好油，好厨师呢才能发挥出来他最大的功力。那现在呢，来点五花肉，爆一下锅。这时候我们加点葱姜蒜吗？需要。需要。来一点了，葱姜蒜、葱花、炒锅、蒜片。好，炒香。这个一定要把它给炒香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木耳是不能油炸的？这个木耳呢，它因为过于掉油高温或者是这个高热的情况下，它爆，对，会有危险。所以说在家里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别让这个木耳接触高温的油，或者说让它高温的来操作。再把它给放进去，现在可以吗？然后加点酱油。酱油来这么1小汤勺，再加点这个老醋，也要加老醋，加点老醋。一般我们烹菜都喜欢用白醋，咱这个木耳要用老醋来烹这段。对，这个老醋这个味儿吧，炒的才是比较香。这个折头的后放的目的是不是也是担心折头太老？因为刚才已经看过，它会老了。今天我们搭配的是折头一起来搭配，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木耳它在搭配上有没有一些禁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也有。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和田螺就不适合一块搭配，因为这种性寒的田螺和华丽的木耳搭配在一起呢，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腹痛、腹泻，甚至消化不良。再一个呢，木耳不适合和花椰菜搭配在一起，就是菜花。对，因为这个木耳含有类胡萝卜素和含有硫化物的这种花椰菜搭配在一起呢，容易产生甲状腺肿大。当然，这个木耳适宜搭配的东西呢也非常多。你比如说木耳和虾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因为这个木耳我们刚才说了含铁量非常的高。那鲜虾呢，除了含铁之外，它还有铜元素，这个铜元素就帮助铁元素在我们体内转化成血红蛋白，起到一个补血的一个作用。那还有呢，这个木耳和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因为这个木耳和鸡蛋呢都是对钙和磷的含量都非常的高，那它俩在一起搭配呢，可以产生磷酸钙。帮助我们体内那个钙质的吸收，来增强我们的骨骼和牙齿。补钙的佳品，鸡蛋加木耳，木耳和大枣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对，你比如说木耳，我们说了这个含铁量非常的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血的一个食材。那大枣也是一个补血的，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对血虚的，尤其是那些妇女啊，或者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呢，经常吃点非常好。家常的一道木耳，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学问在。好好的吃它，好好的享受它。这边给它简单的炒一下，大家要记住啊，今天我们搭配的呢是折头，别犯了这个禁忌，田螺。还有我刚才说的花椰菜，不要在一起来炒，稍微淋一点馅儿，加点水。这个时候放芡汁，为什么一般都出锅前放？咱为什么现在要放呢？这个咱要把那个汁呢，因为剩下的菜呢都是很容易成熟的。这个需要把那个汁呢裹在这个，就是怕时间呢掌握不好，先把这个汁裹在这个木耳表面，然后把我们这头放进去和还有这个韭菜、蒜苗，韭菜，好放进去之后就直接。这个折头呢放进去就翻匀了，就可以出锅了。最后放，这是这个香油。折头啊特别容易老，烫的时候一定要别放过了，轻轻烫一下。这边炒的时候轻轻翻炒就可以，这边炒的时候用中火就可以。用中火。好，中火。OK， 木耳爆折头已经上桌了。现在呢，油滋滋的声音呢伴着木耳的香味。关键一点的是，我觉得这个韭菜的使用是为了增香的。对，不然这道菜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感觉单调，味道也很单一。木耳没什么味道，再加上折头也是那种比较素的味道，两者加了一点点韭菜，这个韭菜是我们大厨的法宝，你在家里要试一试。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来，赶快一起尝一尝，热乎乎的，来，趁热尝一尝刚出锅的木耳。
木耳很脆，咬在嘴中口感很好。舌头是一个非常鲜的味道，然后也是那种口感非常脆的，和这种脆脆的木耳搭配在一起，然后让人特别过瘾，舌尖上特别过瘾的那种口感。其实我觉得哈，王静老师这道菜太简单了，对，就炒一下就得了，也没有加很多的调料，就加了这么等于这么一汤勺多点，一勺的那个酱油，是吧？再加了一点那个老陈醋，它就出现这个口味。那这个味道能出来好味道，关键在于哪个步骤？你们觉得是这个韭菜的使用吗？韭菜，再是这个笼的这个芡汁，一定要把这个芡汁呢笼在这个木耳上。